初代的实力真的是最弱的吗？你说什么？那昭和时期9位奥特兄弟的实力到底如何？他们不像平成奥那样维新，也不像新生代那样装备齐全，他们就纯纯的数值怪，能力1万就只有1万，打不过是真的打不过。那这一期我们来盘一盘这些数值怪的实力排名，注意此排名仅限小天个人观点，如有不同见解请轻喷。第1名光之国太子爷泰罗，这个应该没有争议吧？在1984年上映的《奥特物语》中，奥特之父利用奥特之脚将泰罗训练成超级奥特战士，实力已经来到了奥特兄弟第1的位置，现如今是宇宙警备队的首席教官。在 TV 第40话中，暴君泰兰特先后击败了泰罗的5位哥哥，但泰罗能够在不闪灯的情况下直接击杀了泰兰特，并且泰罗拥有奥特心脏，能够释放奥特炸弹，将自己立于不败之地。第2名昭和格斗王雷欧，这可能有小伙伴不服了，我的法王艾斯呢？别急，小天认为艾斯和雷欧能够同时排第2，但鉴于在 TV 中的表现，就将雷欧排于艾斯之前了。前期的雷欧属于愣头青，在拐杖新人赛文的历练下，一步步成为了格斗之王。一招雷欧飞踢拥有1万吨 TNT 炸药的威力，连法王艾斯也只能避其飞踢，并且雷欧拥有宇宙拳法，能徒手打死怪兽，绝对不会释放光线，并且还拥有奥特之王赠予的王者斗篷，能无效化一切能量攻击，这实力能不强吗？第3名法王艾斯，虽然艾斯有着团灭发动机的称号，但毕竟是昭和奥中拥有光线技能最多的，而且招招必杀，不将怪兽分尸誓不罢休，并且他的对手都是号称毫无痛觉的超兽。任何生物受到攻击都会感到疼痛、害怕，或是露出破绽，但是超兽不会有那种感觉。排在第3名实至名归。第4名全能王艾迪。艾迪虽然和其他奥特兄弟几乎没有联动，但是 TV 中的表现毋庸置疑，战斗极其丝滑，能够运用不同的战术以及光线将怪兽击败，也是奥特兄弟中唯一无败绩的奥特曼。不过艾迪在奥特兄弟中好像是混得最惨的。第5名远古亲儿子赛文，赛文的智谋和战术能力极强，还有奥特兄弟都没有的头镖作为武器，利用头镖斩杀过不少怪兽，并且拥有极强的奥特意念，在战斗中不仅通过意念可以控制头镖，还能凭空对敌人造成不少的伤害，实战中经常用到。虽然其他奥特兄弟也会奥特念力，但是都没有赛文这般运用的如此娴熟。同时赛文还是雷欧的领路人，拐杖新人的名头可不是空穴来风，如果没有赛文的历练，就没有如今的格斗王雷欧。最后一点，赛文还是赛罗的父亲，儿子这么强大，一大部分也是遗传父亲的强大力量。第6名岩头队长佐菲，作为奥特兄弟的大哥，虽然佐菲经常在 TV 客串中吃瘪，更有岩头队长的美誉，但他拥有 M87 光线，号称光之国最强单体光线技能，而且官方定位为宇宙警备队队长，其个人实力肯定不会是垫底，而且在奥特格斗出场的战斗中，实力也是回到正轨，为自己证明。第7名挂王杰克，杰克最初的设定是归来的奥特曼，算是初代的升级版，到了后期才被赋予杰克的名字，并且拥有一个超级外挂奥特手镯，龟曼火花一闪，下一句是什么来着？在经过整部 TV 的历练之后，意志力和格斗技巧也更加强大。同时杰克还有1打2的 buff 存在，在 TV 中有过不少的 1v2 的场面，虽然败仗吃的也多，但最终通过自己的历练从而战胜对手。在最终话中，面对杰顿和百特星人的围攻，不费吹灰之力就解决了这俩。要知道杰顿在初代最终话中一击便终结了初代。第8名初代奥特曼，初代作为第1位登场的奥特曼，排在这个位置完全是吃了年代的亏，表现就是技能朴素，格斗风格单一，虽设定为体防最高，但经常因为剧情需要被弱化，虽然在后期也有被加强，但是光线技能的匮乏还是令其稍逊一筹。例如在超银河传说中，其余奥特曼都会有特殊的技能射向贝留多拉，而初代只能不断发射8分光轮，着实有点相形见绌了。第9名雷欧弟弟阿斯特拉，这个排最后1名应该没人反对吧？虽然是格斗王雷欧的胞弟，但无法像雷欧这般历练了整部 TV， 只有出场过几次，因此其格斗技能肯定无法与奥特兄弟相比。除了格斗技能，光线技能也并没有表现得很突出，最强一击可能就是和雷欧的合体光线了。各位观众老爷们儿，这个排名你们觉得合理吗？